我用首富爹爹的十里红妆，生生把摇摇欲坠的永侯府喂成了京城新贵。可夫君封侯拜相那日，却以无所出为由将我贬为贱妾，迎娶表妹为妻。你一身铜臭味，怎配做侯府主母？你的钱就当是给婉儿的聘礼了。在睁眼，我回到了婆母逼我交出管家权，给表妹置办彩礼的那天。前世我死捂着账本，挨尽辱骂。这次我微笑着将库房钥匙双手奉上，他们以为夺走了下金蛋的母鸡，却不知我留下的是一堆沾着高利贷的死局烂账。这侯府的百年富贵，我能用金条捧起来，就能让它变成催命的绞肉机。江玉宁，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一声怒吼将我猛地砸回人间。婆母将一只汝窑茶盏重重磕在桌上，茶水溅了我一身，窗外飘着细雪，和前世被灌毒那天一样冷。婆母刻薄的脸近在咫尺。婉儿马上要进门，你还不快交出管家权替她操办？前世被挑断手筋的痛楚仿佛还在。前世我为保侯府家底死捂着账本，说侯府已经是个空壳，却被沈云州当众扇了耳光。如今这催命的账本，谁爱要谁要。我挤出委屈的眼泪，解下库房钥匙双手奉上。母亲教训的事，儿媳这便将钥匙交出来。婆母眼中闪过一丝错愕，似乎没料到我今日如此痛快。站在她身后的表妹苏婉儿眼底的贪婪几乎要溢出来。婆母生怕我反悔，立刻使了个眼色，递上一张暗好红印的文书。既然你知错，那就立个字据，写明是你自愿交出管家权，日后侯府的中费与进项，你永不干涉。我假装指尖颤抖，母亲一定要做的这般绝吗？不写，今日便让云州休了你。我写。我提笔落款，就用商号隐秘笔法勾了一个代表受胁迫的死结暗记。有了这张自愿交权的字据，日后侯府的天大死局便休想攀咬到我身上。拿到字据，婆母喜笑颜开，连假惺惺的安抚都懒得给。算你识相，搬去偏院静思己过吧，没事别出来丢人现眼。转身跨出门槛，我脸上的柔弱瞬间化作讥笑。回到偏院，我立刻召来心腹掌柜，把名下盈利商铺的活钱连夜抽空，所有活钱转入江家隐秘账户，不留痕迹，留下那2家正被查偷税的酒楼和倒卖竞品的钱庄。账目做漂亮些，让他们尝尝日进斗金的甜头。这3个铺面，就是我送给侯府的第1道催命符。等官府查实，天大的罪名就让他们用爵位去抵。掌柜刚走，噗的一声，一柄短刃破窗，死死钉入床柱，刃尖挑着张扬皮纸。我拔下一看，上面只有6个大字：侯府赃，速远离。落款是当朝首辅裴度的隐秘私印。前世记忆如闪电炸开，我死后才知那个当年死绝封印，定是侯府在背后做了手脚，拿我爹当了替死鬼。血海深仇涌上心头，我眼底戾气横生。裴度在彻查此案，他发这封信是需要一根撬动侯府的杠杆，而我就是那把最锋利的刀。我将密信烧成灰烬，既然首府想搭台，我不介意把火烧旺。沈云州这伪君子若是知道我已经交权，定会迫不及待来搜刮我最后的底牌。门外果然传来丫鬟慌乱的声音：“小姐，侯爷来了，说是来要您的陪嫁玉佩。”我拍落指尖灰烬，勾起嗜血冷笑：猎物这么快就迫不及待来送死了？沈云州一脚踹开了偏院的房门，他连虚伪的客套都懒得装，直奔主题：“把你爹留给你的那块双玉玉佩拿出来，我有大用。”我坐在妆台前，看着这张曾让我倾尽所有的脸，只觉得无比恶心。那块玉佩是我首富爹爹的信物，他拿去无非是想冒充身份攀附权贵。那是我的陪嫁信物，侯爷怎可随意索取？沈云州冷笑一声：“你如今连管家权都没了，留着那死物有何用？你若不给，我明日便叫牙婆来，把你这院里的陪嫁丫鬟全卖了。”我的几个丫鬟吓得脸色惨白，扑通跪地。我猛地攥紧手帕，眼底满是惊恐和委屈，泪水盈满眼眶。侯爷好狠的心，玉佩可以给你，但我怎知你日后会不会再拿我的丫鬟要挟？你若真想要，写明今日你是以发卖丫鬟力量为胁，强拿了我的陪嫁之物。我死死盯着他，在心里冷嗤：这张纸迟早是你的催命符。面上我却语气凄厉：你敢写，我就敢给。沈云州大笑出声，仿佛听到了天大的笑话。他如今自认大权在握，只觉得我是穷途末路，在虚张声势。写就写，你一个被软禁的下堂妇，还能翻出什么浪花？他一把扯过纸笔，重重按下鲜红的指印。拿去，把玉佩交出来。我将那块早已被我调包成死当的玉佩，连同满眼的屈辱一起递给了他。他一把夺过玉佩，得意洋洋地走了。拿着块死当玉佩还想攀附权贵，真是可笑。他根本不知道，头顶的房梁上，首府大人派来的暗卫正怜惜潜伏。这份强夺嫁妆、宠妾灭妻的罪状，
早已被暗卫看得一清二楚。有了这白纸黑字的铁证，日后休夫，我要他身败名裂，永无翻身之日。沈云舟前脚刚走，苏婉儿后脚就扭着腰进了偏院。她身上穿着一件流光溢彩的蜀锦新衣，炫耀般在我面前转了个圈。姐姐瞧瞧，这料子可是母亲特意从你库房里挑出来赏我的，到底是姐姐的东西，穿在妹妹身上就是比姐姐体面呢。我盯着那蜀锦上隐秘的蟒鳞暗纹，心里冷笑连连。这料子根本不是我的嫁妆，这是我爹生前替朝廷盘点倒台贪官家产时被侯府偷偷昧下的反贼赃物，谁穿在身上招摇，谁就是谋逆贪腐的同党。我压下眼底的嗜血，扬起一个极其温和的笑。这料子金贵，妹妹可得小心穿着，别惹来杀身之祸。苏婉儿只当我是嫉妒坏了再说酸话，不屑地冷哼一声。她眼底的贪婪根本藏不住，明晃晃地写着算计，怕是心里正盘算着，等她坐稳了主母位，定要把我江雨宁的嫁妆全搬空。她像只斗胜的母鸡，趾高气扬地走了。夜幕降临，偏院寂静无声，窗台前黑影一闪，桌上多了一个紫檀木盒。打开盒子，里面是一块雕刻着麒麟的玄铁令牌，以及一张字条：玉佩与蜀锦皆是暗中赃物，随时收网，持令避险。依旧是裴度那遒劲有力的字迹。我指尖抚摸着冰冷的玄铁令牌，心跳如鼓。他连自己的贴身令牌都给了我，这是要把我护进他绝对安全的羽翼之下。玉佩已送出，赃物已上身，侯府那群蠢货正带着催命的枷锁，欢天喜地走向我为他们挖好的深渊。侯府接管铺面不过半月，账房便来报了亏空，我抽走了所有活钱。他们每日吃的千年人参都是在赊账。中秋大宴要宴请王爷，急需银2撑场面。苏婉儿为了坐稳平妻的位子，拿这话日日撺掇婆母办大宴。为了这虚荣的体面，婆母竟然胆大包天。她背着沈云舟偷拿侯府的地契去了地下钱庄，一口气借了10万两银子钱。她万万想不到，那家地下钱庄真正的东家正是我。沈云舟得知此事后，在正堂与婆母爆发了激烈的争吵。母亲糊涂，10万两9出13归的印子钱，拿什么还？婆母梗着脖子骂他没用。若不是你没本事，连攀附权贵都要靠女人的首饰，我何至于去借贷？看着掌柜送来的高利贷底单，我指尖抚过上面那枚代表侯府的鲜红大印，脑海中忽然闪过前世出嫁时的片刻温存。他曾为我描过眉，说会护我一世，也就是这转瞬即逝的动摇。一只飞镖带着密报文武扎在了我面前的桌案上，是裴度的暗卫送来的。我展开密信，瞳孔骤然紧缩。当年替侯府捉刀代笔，伪造致命罪证构陷我爹爹的洛克秀才，正是苏婉儿亲弟，他们一家的吸血鬼，抬着我爹爹的尸骨，吃着我的人血馒头，如今还要拿我的命去填坑。我闭上眼，将那短暂的心软连同密信一起揉得粉碎。血债必须血偿。当晚，我开始分批将偏院的中心仆从转移出府。谁知这一场的举动，竟被夜巡的老管家撞个正着。老管家转头便向婆母告了密。婆母带着人气势汹汹地踹开偏院大门时，我正靠在床头猛烈咳血，地上散落着几页残破的账册。江雨宁，你大半夜偷偷摸摸转移人想干什么？我脸色惨白，指着地上的账本残页，笑得凄凉。偏院连口热饭都没有，我不把丫鬟打发出去换药，难道等死吗？捡起来！婆母命人捡起那几张假账残页，见上面全是买药看病欠下的窟窿，她眼中的警惕瞬间化为鄙夷。没用的废物，死也别死在侯府，晦气！养这么个病秧子，真是败坏门楣。她骂骂咧咧地带着人走了，丝毫没发现地砖下的真账本早已不翼而飞。我冷冷擦去嘴角的鸽子血，看着窗外那轮即将圆满的冷月，笑意森寒。中秋大宴就在明日，沈云舟、苏娃这10万两赃银摆出来的断头宴，你们可一定要好好享用啊！中秋大宴如期而至，侯府门庭若市，京城权贵云集，席上流水般的山珍海味，皆是拿那10万两印子钱堆出来的虚假繁荣。苏娃穿着那身带赃物暗纹的蜀锦招摇过市，她正心安理得地享受着贵妇们的吹捧，笑得花枝招展。沈云舟更是得意，腰间挂着我那块死当玉佩，四处逢迎，仿佛他已经是这京城里炙手可热的新贵。宴会酒过3巡，婆母突然重重放下酒盏，全场瞬间鸦雀无声。他指着我，声音凄厉，字字诛心：各位大人评评理，我这熟媳进门3年无所出，还擅妒成性。今日当着全京城权贵的面，云州必须按家规处置他。沈云舟立刻站出来，摆出一副大义凛然的模样。玉宁，为了侯府子嗣，我只能委屈你了。今日起你自贬为妾，我抬婉儿为平妻，主理中规。全场哗然，周围那些吃着侯府酒宴的权贵纷纷见风使舵，所有人都用看笑话的眼神盯着我。苏婉儿立刻换上楚楚可怜的表情，走过来作势要跪，她眼底的炫耀与得意却几乎要溢出来。姐姐受委屈了，但侯府不能断了香火，求姐姐成全婉儿，一片慈心。看着他们这副恶心至极的嘴脸，
我强忍着胃里的翻滚，一言不发。其实交权当日，我便暗中将那份托责文书拿去顺天府备了案。我故意瞒着侯府，隐忍不发，等的就是他们爬到最高处的今天。人群中，一位曾受过我弟恩惠的御史看不过去，起身进言：“沈侯爷，姜氏3年操持家务，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怎可随意贬妻为妾？”沈云舟冷笑一声，摸着腰间那块假玉佩气焰极其嚣张。我侯府的家事，谁时轮到你一个小小御史插嘴？来人，把姜氏按住，让他立刻签字画押。几个身强力壮的粗使婆子一拥而上，死死扭住我的双臂，我的膝盖被狠狠踹了一脚，被迫跪在冰冷的青石砖上。伯母冷笑着将沾满浓墨的毛笔硬塞进我手里，强逼我落笔。苏尔趁机凑近我耳边，声音细若游丝，却如毒蛇吐信：“江玉宁，你爹当年就是被侯府害死的，你也配当主母？”我脑子嗡的一声，前世被灌下毒药的痛楚疯狂翻涌而上，眼底伪装的隐忍瞬间化为极度冰冷的杀意。我手腕借力一翻，悄悄扣住袖中裴度给的玄铁令牌。既然你们这群吸血鬼急着找死，那大家就一起下地狱。就在笔尖即将触碰纸面的极限瞬间，砰的一声惊天巨响，侯府厚重的朱漆大门被硬生生踹得粉碎。顺天府隐面若寒霜。侯府当家人是谁？给我全部拿下！是。一个都不准放逃！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满堂权贵惊呼四散，刚刚还趾高气扬的苏尔吓得尖叫一声，直接跌进了残羹冷炙里。顺天府引大步流星跨入堂中，带着不怒自威的杀气，他手中雪亮的长刀一指，直对沈云舟的鼻尖。沈云舟，你腰间所悬玉佩，乃朝廷追缴多年的反贼信物。你府中女眷所穿蜀锦，皆是失窃赃银，连今日宴席所用银两，都是钱庄里挂了号的被劫官银。来人！将这群乱臣贼子给我拿下！2名如狼似虎的官兵瞬间上前，将沈云舟狠狠按在地上。婆母更是吓得浑身哆嗦，指着我凄厉大喊：“大人冤枉啊！这些都是这个贱人的陪嫁，她才是当家主母，都是她干的！”沈云舟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连滚带爬掏出那张交权字据。对，大人您看，这是他亲笔写的字据，侯府进项全是他在管，与我毫无关系啊！面对他们狗急跳墙的恶毒攀咬，我不慌不忙地冷笑出声：“侯爷这甩锅保命的本事，可比你攀附权贵强多了。”我从容不迫地站起身，理了理被弄皱的衣袖，随后从袖中抽出一份盖着鲜红官印的文书，高高举起。侯爷莫不是急疯了，忘了看看这字条的脚眼？顺天府尹接过字据，定睛一看，落款处那个隐秘的死结记号赫然入目。这是商会背过案的受憋迫案信。这份分家割产文书，顺天府1个月前就备了案。姜氏早已交出，侯府债务赃物与他毫无瓜葛。沈云舟如遭雷击，难以置信地瘫软在地。不可能！你算计我！还没完呢，沈侯爷。房梁上一道黑影倏地跃下，正是裴度派来的暗卫。暗卫掏出一张按着红手印的切结书，冷声开口：“属下亲眼所见，这玉佩是沈云舟以发卖主母丫鬟为要挟，强夺而来。堂堂侯府竟胁迫正妻强夺嫁妆，拿女人的嫁妆去装纹面，这等伪君子也配在京城立足？这等宠妾灭妻的乱臣贼子，真该千刀万剐！”舆论瞬间倾倒，权贵们像躲瘟神一样满脸鄙夷地远离了沈云舟。我转身拿起那支被婆母逼着写字的毛笔，饱蘸浓墨，在一张空白宣纸上龙飞凤舞写下休书2字，字字泣血，句句如刀。我写尽了他3年来的敲骨吸髓，写尽了他们忘恩负义的丑恶嘴脸。我抓起那封墨迹未干的休书，狠狠砸在沈云舟那张扭曲绝望的脸上。沈云舟，你侯府100年清誉，今日算尽了。活该！浓黑的墨汁糊了他一脸，让他看起来像个滑稽可笑的小丑。从今往后，我江雨宁休了你这等无情无义的畜生。我在众目睽睽之下，带着洗清的冤屈和干净的双手，毫不留情地踩过他掉落在地的法官，大步跨出了这座即将倾覆的侯府废墟。大批官兵如狼似虎地涌入侯府，开始疯狂抄家。院子里回荡着女眷的绝望尖叫和瓷器碎裂的巨响，金银玉器、古董字画，甚至红木太师椅都被搬空。10万两银子钱的账单被钱庄管事狠狠砸在婆母脸上。追债的打手将侯府围得水泄不通，昔日高高在上的侯府瞬间化为炼狱。那是我的金钗，你这小人快还给我！我呸！这是我的！婆母疯了一样扑向苏尔，死死扯住他的头发。苏尔也不复往日的娇弱，他反手一巴掌狠狠扇在婆母脸上，2人在泥水里疯狂撕咬，扯着头花。苏尔原本精致的脸被抓出几道血痕，
华贵的蜀锦也被撕成了破布，它们像失去理智的野兽，在肮脏的泥水里来回打滚。要不是你贪心借印子钱，我怎会落得如此颠簸？老不死的东西！沈云舟蜷缩在角落，死死捂着几块私藏的碎银。官兵一脚踹翻他，银子洒了一地。他为了脱罪，竟指着泥地里的婆母大喊。他甚至不顾生身母亲正被官差按在泥水里掌嘴。是他，都是他让我藏的，官爷明察呀！极度的自私与丑恶在这一刻展现得淋漓尽致。傍晚暴雨倾盆，沈云舟像条丧家之犬，连滚带爬来到江家商号门外。他身上那件昂贵的锦袍早就沾满了泔水与恶臭的泥巴。余宁，你出来，救救我！我不想死！大门缓缓打开，我打着伞，居高临下地俯视着这团烂泥。见我不为所动，沈云舟的脸突然扭曲起来。江雨宁，你若不救我，我就把你爹贪污的伪证全抖出来。就算死，我也要拉着你爹的名声垫背。我冷笑出声：“你说的伪证，是这份吗？”我反手将一沓盖着顺天府大印的卷宗狠狠甩在他脸上，里面详细记录了苏婉儿亲爹代笔伪造证据的全部铁证，甚至连你们侯府当年收受黑钱、栽赃陷害的暗账都一清二楚。连暗账都有，侯府完了。裴度早就帮我查得明明白白。沈云舟死死盯着那些被雨水打湿的卷宗，他眼中的光芒彻底熄灭，如被抽干灵魂般瘫倒在泥水里。怎么会这样？我俯下身看着他，眼底满是极度冰冷的恨意。沈云舟，你欠我的不是一句求饶就能还清的。我直起身，声音冷得没有一丝温度。把这条疯狗给我打出去！既然他这么喜欢贵，就给我打断他的双腿！我利落转身，真正的折磨才刚刚开始呢。接手江家商号后，我雷厉风行的整顿账目，却立刻遭到了同行的联手打压。那几家商铺背后全是曾受过侯府恩惠的旧部，他们联手扣押我江南的丝绸货源，甚至花钱买通地痞，天天在我的商铺门前泼红漆泼泔水。他们还雇人在街头四处造谣江家商号卖假货，直接将客人都赶走。这群人步步紧逼，妄图将我逼入绝境。就在我为货源焦头烂额时，裴度一袭墨色锦袍，带着不容置喙的威压步入内堂。江老板辛苦了，这批货的通关文书我替你办了。首府大印，他将盖着首府大印的文书搁在桌上，他修长的手指漫不经心地敲击着桌面，带着掌控全局的从容。裴大人想要什么？合作。侯府虽倒，背后的贪腐利益网仍在，我需要你用资金链去试探他们剩下的暗桩。这笔买卖你我稳赚不赔，而我保你江家皇商之位。这是一场各取所需的惊险豪赌。在裴度的提点与护航下，江家商战版图迅速扩张，那些试图打压我的同行反被我们联手做局一一吞并。与此同时，侯府的末日也到了，10万两银子钱的窟窿越滚越大，催债的打手将侯府砸得稀巴烂。婆母为了保命，竟丧心病狂地签了卖身契，他亲自将哭喊求饶的苏婉卖进了最肮脏的暗娼馆抵债。苏婉死死扒住门框，连指甲都硬生生崩断流血了，婆母却嫌恶地一根根掰开他的手指，毫不犹豫地将他踹了进去。至于沈云舟，被彻底革职查办，流落街头。他厚着脸皮去昔日同僚府上借钱，却被同僚指着墙角的狗洞大声嘲笑。想借钱，钻过去。沈云舟犹豫了1秒，同僚的家丁便一脚踹在他的脊背上，他满脸泥污，在吓人的哄笑声中咬牙趴下钻了狗洞。同僚大笑着将几枚沾着口水的铜板砸在他脸上，那一刻他原本的骄傲被彻底碾碎成渣。他趴在烂泥里，将铜板死死攥在手心，连指甲都掐进了肉里。他眼中的光芒彻底扭曲成令人胆寒的怨毒，他恨透了婆母和苏婉，但他最恨的是高高在上将他踩进泥里的我。东家，沈云舟在暗室频繁接触亡命之徒，他还当掉了最后一件棉衣，买了一包烈性纯药。这疯子竟生出了同归于尽的歹念。我放下账本，冷笑出声，终于忍不住要反扑了吗？我可是等了你很久了。城隍庙里传来婆母凄厉的惨叫，沈云舟死死捂住她的嘴。你这畜生，这是我买棺材的2片金叶子啊！买什么棺材？拿来给我去搏命！一脚将婆母踹晕在破庙角落，他攥着这最后一点钱，连夜找到黑市的地痞头子。就这点钱也敢来找我办事儿？今晚替我毁了江雨宁的名声，只要他重新威身于我，江家万贯家财我分你们一半。他眼中闪烁着恶鬼般的贪婪与疯狂。我看着裴度深邃的眼眸，轻轻摇头，说你下不去手，我的人可以代劳。
对敌仁慈，就是对自己残忍。裴大人，帮我把戏台搭到暗闭馆去吧。如你熟意。深夜，沈云舟带着地痞将迷香吹进我刻意留门的卧房，他急不可耐地推开门，迎接他的却是暗卫冰冷的刀背。砰的一声，沈云舟连惊呼都没发出，就被打晕在地。按计划把人送过去，我命人让他也尝尝失控的滋味，像死猪一样塞进麻袋，连夜送往京城最下等的暗宾馆。那里关着他昔日捧在手心里的白月光苏婉儿，这不是沈云舟吗？还有他那个平妻表妹苏婉儿。次日清晨，暗娼馆的大门被一群百姓粗暴撞开。前侯爷身染恶极了，他竟还跑来这种阿杂地方厮混。昔日高高在上的侯爷，如今连下等暗兵都不如。无数烂菜叶和石块铺天盖地砸向他们。药效褪去的沈云舟终于清醒，看着眼前满身脓疮的苏婉和门外鄙夷的百姓，他发出了崩溃至极的哀嚎。别看我！而我正坐在对接茶楼的雅座里，裴度修长的手指替我续上热茶，轻笑问：“这场戏可还解气？”我端起茶盏，悠闲地品了一口，这身败名裂的滋味，沈云舟，你可还满意？叔嫂竟在暗娼馆被人撞破，这可是败耗人伦的大丑事。叔嫂在暗娼馆赤身纠缠的丑闻彻底引爆了京城，这等败坏人伦的行径让龙颜大怒，皇上当庭下旨，将沈云舟和苏婉一并打入死牢，涉嫌偷取官银的婆母也同被下狱。秋后问斩，阴暗潮湿的死牢里蛇鼠横行，这三人被关在同一个大牢房里，曾经踩着我的血肉共享荣华的假象早已粉碎，如今他们只是一群互相撕咬的疯狗。婆母饿得头晕眼花，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羊皮密信，她死死盯着断了腿的苏婉威胁：“小贱人，你若是再敢抢饭，我就把这信交出去。当年伪造贪污罪证，可是你亲爹代笔的，一旦曝光，你就是主犯之女，必死无疑。”苏婉儿眼中闪过极度的恐惧与恶毒，趁婆母不备，她将暗娼馆偷藏的老鼠药全倒进了馊饭里。婆母饿极了，端起饭碗狼吞虎咽。不过半炷香的时间，她突然捂住肚子，在地上疯狂翻滚。他死死瞪着苏婉咽了气，那封羊皮密信从婆母手中滑落，最终被牢头收走，辗转送到了裴度的案头。沈云舟缩在角落听完全程，终于明白了一切。原来他自以为傲的侯府竟是靠造假苟延残喘的贼窝。他更绝望地发现自己身下已经开始溃烂。暗娼馆那一夜让他染上了无药可医的花柳病。贱人，都是你这贱人害的！不，沈郎，你听我说，我杀了你！我杀了你！狱卒赶来，乱棍齐下，生生打断了沈云舟的双腿。他趴在两具尸体中间，又哭又笑，彻底沦为了疯癫的怪物。得知这三人互咬的惨状时，我正站在爹爹的坟前。我将皇上赐下的平反圣旨和那封伪造密信一并扔进火盆，火光映红了我的眼眶，滚烫的泪水滑落。爹爹，女儿替您报仇了，您在天之灵终于可以安息了。一把巨大的油纸伞遮在了我的头顶，裴度一袭白衣静静站在我身旁，替我挡去深秋的冷雨。我那颗被仇恨冰封的心竟有了片刻踏实。斯人已逝，生者如斯。他没有多言，只是静静地陪着我。冰冷的复仇之路终于走到了终点。腊月寒冬，大雪封城，皇上赶在年前将死牢重犯改判了流放宁古塔。城外的驿道上寒风如刀，大雪没过脚踝。沈云舟的镣铐上结满冰霜，他衣衫褴褛地在雪地里艰难爬行。他双腿已断。快点爬！你以为你还是侯爷吗？看啊，侯爷如今连狗食都抢，满嘴都是恶臭的血泥。我的，这是我的。流放队伍经过城门外最高的酒楼，沈云舟似乎察觉到了什么，猛地抬起头，他那双灰败的眼直直对上2楼暖阁里的我。我披着极品雪狐大氅，捧着暖炉，静静地俯视着他。暖阁内红泥小火炉正旺，我的大氅纤尘不染，而他趴在冰冷的泥水里，活得连一条畜生都不如。这极致的云泥之别成了压垮他神智的最后一根稻草。玉宁，玉宁，你救我啊！玉宁，我错了，救我，救我！迎接他的却是官差更加猛烈密集的鞭打，还敢惊扰贵人，找死！他在泥雪中翻滚哀嚎，最终像一团失去生气的破布。官差用粗绳套住他的脖子，拖着他缓缓消失在风雪的尽头。我看着这一切，眼神平静的没有一丝波澜。前世被挑断手筋血地灌毒的血海深仇，今日终于彻底洗刷干净了。一件温暖的玄色大氅轻轻披在了我的肩上。裴度不知何时来到了我身后，他摊开手心，一枚莹润剔透的双鱼玉佩静静躺在上面。那块假的死当玉佩已经被官府收缴了，这枚是我派人南下，从当年买家的手里重金寻回来的珍品。江老板，侯府的案子结了，不知我们之间的合作。我看着那枚失而复得的玉佩，指尖微颤。我伸手接过玉佩，
心底忍不住微微发酸。这么多年，终于有人把我的东西真真切切地放在心上了。所有的伪装与坚强，在他这般妥帖的珍重面前悄然卸下。首府大人若有诚意，那便再看看吧。裴度眼中爆发出夺目的亮光，他轻笑着替我龙井大场。江老板放心，我有十足诚意。我们并肩走下酒楼，坐入宽大的马车。这世间的因果报应，谁也逃不掉。马车在风雪中稳稳前行，侯府的罪恶与前世的恩怨都被永远抛在了身后。寒冬已尽，属于我江与宁的盛世大春终于要来了。正月爆竹声渐歇，京城商路已然活络。江家总号后院算盘声日夜不息。我端坐主位翻检各分号年节账册，前世将全副身家填进侯府无底洞，荒废了江家传下的商道本事，侯府倒台腾出的商业真空，正是江家商号崛起的第一块基石。绸缎庄张掌柜捧着账册上前，面露难色。宗家，城西王家绸缎庄暗中联系江南支户，抬价收私，想断咱们货源。想断江家的货源，也要看他王家有没有这个本事。库房料子只够撑2月，再补不上货就要断档。那王奎素来心狠，当年好几家同行都被他用这招逼得破产。他断我货源，我便要让步。那京中商户人人效仿，江家生意还做不做？张掌柜，你即刻备礼去苏州找支户行会会长，江家愿以市价高1成的价格与苏州前10支户签3年包销合约，生丝绸缎全数包下。高出1成，利润就薄了。高出1成，利润就薄了。有裴大人给的漕运批文，运和运费能省3成，总账算下来并不亏。签了长期合约，支户有稳定销路，王家再抬价也无人理会。你再对外放消息，说江家绸缎下月涨价2成，王奎见我涨价，必会以为我撑不住，必然大量囤货，想抢占市场。等他把银子全砸在高价绸缎上，咱们的货一到立刻原价开售，再推买10送1。我倒要看看他一仓库高价货卖不卖得出去。众人恍然大悟，连称高明。张掌柜当即领命动身。东家放心，我即刻动身去苏州。茶行、瓷器行的掌柜也依次禀报，侯府倒台后，原本被其把控的茶马古道与瓷器外销路子空出大半，我早已派人接洽，趁着各家反应不及，先拿下多数份额。尤其是景德镇白瓷，侯府从前不敢走量，怕扎眼，我却打算扩产走南洋海贸，利润足能翻上数倍。暮色西沉时，众掌柜退去，内堂刚静下来，侍从便通传首府大人到了。裴度一身墨色长服走进来，刚从宫里出来，顺道看看。听暗卫说，我将计策简略说与他听，他眸中赞赏毫不掩饰。江老板好手段，示敌以弱，诱敌深入，这商战谋略不输朝堂党争。今日来还有一事，当年构陷令尊的案子，除了苏家秀才代笔，背后还有内务府牵线。侯府能吞下大批赃物，全靠内务府的人混在宫廷采买里洗白。王奎就是关键中转站。王奎是关键中转站。爹爹的死果然水更深，侯府不过是明面上的刀，背后势力早已盘根错节。我要你设法拿到王家近3年私密账本，尤其是与内务府往来的部分。拿到账本，就能顺藤摸瓜，揪出整条贪腐线，还令爹彻底公道。事成之后，今年皇商人选，我保江家入选。皇商2字让我心头猛地一跳，这不仅是身份象征，更意味着承接宫中全部采买订单，是天大的机缘。江家当年正因没拿到皇商资格，才处处被侯府压制，爹爹也才会轻易被构陷。好，我一口应下，账本我会想办法拿到，还需大人配合演一场戏。接下来半月，京中商圈全是江家与王家的价格战。王奎听闻我涨价，又探得我派人抢货源，果然倾尽家当，再加借8万两银子，高价收了大批绸缎，堆满3间仓库，只等我缺货时低价倾销，一举将江家挤出京城。可他没料到，张掌柜动作更快，早已签下苏州10大支户的独家合约，第一批绸缎正沿运河北上。这日伙计来报，王家绸缎降价1成开售，客人都被抢了去。我只淡淡吩咐，把新到的绸缎摆出来原价卖，再请绣娘在门口现场刺绣，把软烟罗摆去最显眼的位置。软烟罗是江南顶级贡缎，民间极为罕见，王家收的2等货根本无法比拟。我要抓的不是散客，是真正有购买力的富户官眷。果不其然，半日功夫，懂行的贵妇们便被软烟罗吸引过来。江家绸缎成色本就更优，对比之下高下立判。1日下来，王家看似人流大，成交额却远不及江家。京中贵妇圈很快传开，江家有贡品级软烟罗，王家的廉价货根本比不得。王奎气急败坏，接连降价，可越降价越没人敢买。我又推出新花色预定活动，客人纷纷转向江家付定金，王家生意彻底冷清，压着10几万两货，
还要付高利贷利息。王奎坐不住了，这时我派刘管事登门，开出7折收走全部库存的条件。王奎起初暴怒，可刘管事句句戳中要害。除了江家，没人能吃下这么多货。再过些日子，新花色上市，5成价都难卖。何况印子钱利滚利早已压得他喘不过气。挣扎2日，王奎终究咬牙答应。我低价收下绸缎，更顺理成章让刘管事以清点对账为由进了王家账房。王奎虽藏起黑账，却瞒不住我们的观察。账房周先生是他远房表弟，是赌成性，正被高利贷追债，突破口蓟县，我当即设局，3日内让周账房在赌场再输一大笔，借下高额贷，逾期便卸胳膊。走投无路之际，终是贪念与恐惧占了上风。深夜他摸进王奎书房密室，倒出3本黑账册交到我们手上。账册上清清楚楚记录着王家与内务府的每一笔赃银往来，转移赃款、变卖赃物的明细历历在目，连当年帮侯府处理反贼赃物的分赃记录都应俱全，日期、数目、经手人分毫不差，铁证如山。我连夜将账册送入首府府。陛下，王家私通内务府，侵吞赃银，转卖赃物，证据皆在此章。胆大包天，传旨彻查内务府贪腐案，此案由裴度全权督办，涉案之人一个不许放过。王奎涉内务府贪腐案，押入大牢。内务府理政中革职查办，牵连官员20余人，京中官场再起震荡。江家协助查案有功，陛下口头嘉奖，万江家安分经营，继续为朝廷分忧。江家不指挥的几间铺面，往后谁还敢惹江家？姑娘，主街最好的生意如今都归江家了。王家倒下的地方，正好让江家再硬进一步。这日傍晚，裴度来商号，进门便见我对着新商铺分部图出神。再想下一步。京中生意稳了，绸缎、茶叶、瓷器3条线都上了正轨。我想往南拓展。广州海贸利润极高，只是水太深，海盗贪官豪强盘根错节，我一直没敢碰。海贸凶险不假，但你若想做，我可以搭线。广州知府是我门生，为人正直，市舶司与漕运也有我的人，官府层面无人敢刁难你。明日宫中设宴，款待江南织造使与市舶司官员，你也去，正好结识人脉。我已向皇上请旨，准你入宫赴宴。商户女子入宫赴宴，本是破天荒。裴大人，你知这个机会。第2日，我换上宝蓝色妆花罗裙，端庄得体，随宫人入了御花园沁芳亭。哟，这就是那个商户家的女儿，听说裴大人为了她，可是费了不少金夫呢。只是这宫宴可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来的地方。说话的是吏部侍郎夫人，娘家与王家沾亲，分明是想当众发难。周围夫人们纷纷侧目，等着看笑话。我缓缓起身，语气平静却锋芒毕露。夫人说笑了。江家经商，奉公守法，按时纳税，每两银子都干干净净。银子虽多，却带着血腥味，那才是真的脏。今日宫中设宴，是款待织造使与市舶司官员。夫人当众喧哗失仪，若被皇上知晓，怕是要连累侍郎大人。那夫人脸色一白，气得浑身发抖，却不敢发作。这时裴度走过来，绯色官袍衬得身姿挺拔，扫过那夫人，淡淡道：“张夫人预言喧哗疏离，还不向江东家赔罪？方才是我失言，还请江东家见谅。张夫人知礼便好。一场宫宴下来，这位市舶司的人在那边，我带你过去认识。诸位，这位是江家东家江宇宁，京中绸缎、茶叶、瓷器3线皆由他一手打理。瓷器、茶叶若要走海贸，江东家可随时。那便多谢诸位大人照拂，几笔瓷器、茶叶外销合作初步谈成。3夜时夜色已深，裴度送我到宫门口，宫灯摇曳，他身影忽明忽暗。今日多谢大人解围引荐。宇宁，往后不用总这么客气。除了合作，我希望我们不只是合作关系。路上小心。明日我让人把广州人脉名单送到江家，你南下之前先看一遍。好。这是他第一次唤我名字。前世背叛的刺仍在心底，可他一次次的守护与相助，已如暖阳慢慢融化寒冰。3月阳春，处理完京中事务，我带着心腹掌柜南下，恰逢裴度巡查漕运，复查江南贪腐余党，我们便结伴而行，一路从北地料峭到江南烟雨，景色次第铺开。白日里他查漕运见官员，我考察商铺市集，梳理商路，偶尔凑在一处讨论利弊。他懂官场规则，我通商业运作，每每聊得投机，总能生出新想法。傍晚投宿驿站，便一同用膳，谈风物，论诗词，相处越久越觉他博闻强志，绝非朝堂上那个冷峻严苛的模样。这日行至扬州地界，突降暴雨，山路泥泞，车马难行，只得在山间客栈暂避。傍晚雨势未减，我披衣到廊下透气，廊下油纸灯笼昏黄，雨丝细密，远山龙在雾里如水墨画。山间夜凉，仔细着凉。裴度走来，将一件藏青披风轻轻披在我肩上，指尖擦过肩头，温热触感一闪而逝。屋里闷，出来透透气。
这场雨怕是要下到明天，会不会耽误大人的事？无妨，难得清闲。你好像很喜欢江南。江南富庶，风物好，适合做生意。我爹当年常来江南，他说江南水养丝，还说等我长大带我看西湖、逛园林。可惜，江老爷是了不起的人，我查过卷宗，他当年做皇商时，修桥铺路，建义学，济灾民。中秋夜，裴度带我登城墙看灯，万家灯火尽收眼底，月色温柔，夜风习习。原来从城墙上看中秋灯火是这样的。他从身后轻轻拥住我，下巴抵在我发顶，声音郑重。雨宁，明年中秋，我们便成婚吧。我已向皇上请旨，他应允了。3媒6聘10里红妆，我都给你。我要全京城都知道，你是我裴度明媒正娶的妻子。好。前世寒冬早已远去，仇恨与痛苦随风而散。我曾以为从最初的怅然，此生只会在孤独与仇恨中度过。好，侯府恩怨已成过往，往后岁岁年年，有人共历黄昏，有人问粥可温，商海征途方才启程，有人携手并肩，共赴山海长明。